第36课：科学教育与基督教学校的价值张力。培养头脑还是塑造灵魂？你希望你的孩子变聪明还是变好？这不是一道简单的选择题。一位妈妈在参观学校说明会时，问了招生老师一个看似突兀的问题：请问你们学校的理化老师相信进化论还是创造论？老师尴尬地笑了笑，我们尊重多元文化观点。这位妈妈转头低声对丈夫说，你看，我就说他们只是名字叫基督教学校，课本还是跟公立学校一样，进化论照教，信仰只是装饰。你可能会想，现代人不都是这样吗？上自然课教进化论，星期天去教会听创造论，不是也没冲突吗？但问题正是在这里，我们是否过度低估了教育背后的世界观力量？当我们说要给孩子一个全人教育，到底指的是什么？是让他会解微积分、写论说文、参加科展，还是让他懂得敬畏上帝、分辨真理，在知识的海洋中不迷失方向？现今基督徒父母在选择孩子学校时，往往在升学率与信仰价值之间拉扯，在科学教育与圣经真理之间挣扎。这正是我们今天要谈的主题。当科学教育遇上基督教学校，价值会冲突吗？还是可以和谐共舞？让我们看一位高二学生的挣扎。他在一间历史悠久的基督教学校就读，成绩优秀，尤其擅长自然科。他说，我很喜欢科学，因为它让我对世界有条理的理解。可是有时候我觉得我像是活在2个宇宙里。学校里的老师说，人是从猿类演化来的，宇宙经过138亿年逐步形成。教会里的牧师说，神用话语创造天地，人是照神的形象造的，这才几千年。我尊敬两边的人，但我搞不懂，我到底要相信哪一个？如果科学是对的，圣经是不是就错了？那我还怎么信神？这不是少数人的困惑，这是许多基督徒青少年内心的拉锯战。问题不在于谁教的对，而是当孩子在成长过程中接受2套看似对立的宇宙观与人观，他会如何整合？会不会最终选择放弃信仰，因为科学比较可靠？这也让我们不得不问，基督教学校到底该怎么教科学？科学教育和信仰教育可以同时成实吗？其实冲突不是来自科学与信仰本身，而是来自我们如何理解它们的关系。科学是对自然世界的观察、假设、实验与推论，研究的是可观察、可重复、可验证的现象。信仰是对超自然实在的信靠与回应，关心的是意义、目的、价值与终极真理。一位物理教授曾这样比喻，科学像是一幅画的色彩分析，你可以测量红色的波长、显微镜下的颗粒结构，但那幅画的意义、作者的动机、艺术的情感不在科学能测量的范围。也就是说，科学可以帮助我们知道这是怎么发生的，但信仰告诉我们这为什么重要。两者不是敌人，而是合伙人。冲突往往是因为有人把信仰当成自然科学，或者把科学当成世界观信仰。进化论不是单纯的生物理论，当它被当成人生观来传递时，例如人类只是偶然产物，生命没有目的，道德只是基因反应，那才是真正与圣经冲突的地方。因此，基督教学校的价值不是否定科学，而是揭开背后的世界观。
让孩子看清楚，不是所有科学语言都中立，有些是伪装的哲学命题。科学教育不能只是知识，还要带出敬畏。基督教学校的科学教育真正的挑战，不是教材怎么改，而是老师教学的心态与视角。还记得物理课教牛顿定律时，老师有没有提到牛顿本人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？他说：“我在观察神的创造之功。”还记得讲太阳系的时候，有没有提醒学生，这一切井然有序的星体运行背后有一位智慧的设计者？还记得在解释 DNA 的复杂性时，有没有惊叹，这不是混沌的偶然，而是如诗如画的密码，是创造主精心设计的语言。基督教教育不是少教一章进化论，而是多教一颗敬畏的心。科学不该使人骄傲，而该使人敬畏，因为知识越多，越应惊叹宇宙的浩瀚与人类的有限。而信仰的角色是在知识无法回答的地方提供方向与意义。孩子未来要进的是世界，不是象牙塔。让我们诚实一点，无论是基督徒家庭还是非信徒家庭，最终都关心孩子能不能在现实社会生存。这也难怪许多父母会担心，若基督教学校强调信仰，会不会牺牲孩子的学术竞争力？会不会对科学领域准备不足？事实上，许多顶尖基督徒科学家正是信仰与科学融合的榜样。例如法兰西斯科林斯，领导人类基因计划的科学家，是虔诚的基督徒。约翰·波尔金霍恩，英国物理学家、牧师，致力于科学与信仰的整合。珍妮佛·怀斯曼，NASA 天文学家，也是基督徒。这些人证明了一件事：信仰不是科学的阻力，而是推动力。我们要训练的不只是会考试的孩子，而是在知识海中有罗盘的人，懂得思辨，懂得敬畏，懂得谦卑。这样的人不论进哪个领域都能荣耀神。结语，你希望孩子变聪明还是变好？教育的本质不只是把知识塞进脑袋，而是形塑一个人怎么看世界，怎么活出生命。基督教学校在科学教育中所扮演的角色，不是简化真理，逃避冲突，而是引导学生从知识出发，进入真理，从科学世界连接信仰世界。孩子可以在物理课上爱上公式，也能在祷告中学会爱人，可以理解自然律，也可以顺服造物主，可以知道万有的运行，也能敬拜掌管万有的主。愿我们不是在拉扯知识与信仰的对立，而是在培养一种新的人才，他既思辨又敬畏，既理性又谦卑，既热爱科学也深信耶稣。因为教育不是制造答案的人，而是引导人找对问题，找到真理。那真理是耶稣本身。